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，我是老梁。农历的3月28，相传是东岳大帝的生日。那么这一天，在云南大理镇西门外的东岳庙附近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说这是庙会吗？他不能完全这么说，因为在这次集会上的人呢，大致是这两类人最多，一类是施舍的人，一类是乞讨的人。这个时间呢，被当地人称为一年一度的花子大会。那么也有人管它叫丐帮大会。这个东岳大帝就是5岳当中泰山神，就泰山的主神。这东岳大帝，很多朋友看了《封神演义》知道，说他上辈是哪儿呢？就是骑五色神牛那个武成王黄飞虎。他死了之后，姜子牙封神，把他封为东岳大帝，主管人间的生死这些大权。据说这东岳大帝呢，在他过生日这天呢，就是这农历3月28。那么据说这一天，你要是给要饭的呢，一点施舍呢，就能过得好一点。所以这个东岳大帝的生日这一天，在云南大理这个东岳庙附近呢，有很多乞丐赶过来了。当然现在这乞丐人家也不要饭，那是要钱。现场的场面很有意思，有的乞丐面前放了多少个袋子，这个装1毛的，这个装1块的，这个装5块的，这装20的，这装100的，都分开。这是当天呢，有很多乞丐到这儿来，现场有很多人到这儿施舍，就是自己死去的亲朋好友纪念纪念。也有的人是什么呢？他根本不是真正缺这钱，他不是乞丐，他也来要了。甚至有些都家财万贯的人到这儿来要钱来，干嘛呢？讨一个好的口彩。就说我到这儿来呢，比方说要点钱，别人施舍我点钱，我拿着钱呢给我孩子买点吃的，买个衣服帽子什么的，说我这孩子吃百家饭，得大伙的计。就是这孩子将来好养活，尤其是家里孩子身子骨软的弱点的，这家长呢也出来要点，然后给孩子买点东西讨口彩。所以这一天呢，在这个当地来说是热闹非凡。也确实咱们这个看武侠小说朋友都知道，丐帮是中国第1大帮会。为啥？人多，门槛低我穷的我要了饭了，我就能进来。我拄个棍拿个碗，我肩膀上没有口袋，我是第1代弟子无所谓的，这就能加入这丐帮帮会。你有的有家有业的，或者为了别的目的，那可以我不用穿的破破烂烂的，我干净衣服也能进来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写了，有乌一派、净一派帮主北丐洪七公那个《天龙八部》里大英雄萧峰，那不也是丐帮帮主吗？帮主都得拿个什么绿玉杖，这打狗棒吗？会打狗棒法，降龙18掌法，这帮主功夫那厉害去了，相当了得了。说是不是武侠小说里写到这个丐帮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呢？咱们告诉大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你看武侠小说里写的丐帮是全国性的帮会，那一说开这个帮主大会的，说那五湖四海的人都来了，而且全国范围的组织，那人员可以说大了多了去了。为什么这不可能呢？封建社会这个户籍制度把人和土地捆得死死的，你离开你家10里地开外都得要路条。咱们过去看进京赶考的举子，头一件事得到当地官府里拿着路条，这你才能走到别的地方去，要不你去都去不了，你家你都离不开。所以过去不可能有全国性的这种要饭组织、乞丐组织，绝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在某一个地方、某一地区、某一城市、某一镇子，这个乞丐却可能结成个团伙。这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个金鱼奴棒打薄情郎，里边就有一个盖头，就要饭的领头的，这金老大。这整个杭州城的要饭的都归他管。这些要饭的有什么事他出去摆平，这边跟官府结交，那边跟这些土豪劣绅都有交情。所以他自己呢也不是普通要饭的了，也是有家有业有田产。所以在某个地方、某市某镇，这个要饭的能结成个帮派团伙，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些要饭的只有结成团伙他这势力才大
才能避免被别人欺负，才能要饭要的更顺畅。你就这么说，有的时候谁能待见这个乞丐吧？到门你给我点，人不愿给，有的客气点骂你一顿，不客气动手就打你了。那么要人多，他不一样了。我这一来10个20个，你轻易感动吗？说不定你一服软就给2个钱，给碗饭吃。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《闯关东》里边，那不就是有人要害朱开山，到他家饭店闹事儿，那就有一个盖头，一个岁数大的长者，老要饭的领着一帮小要饭的10来个人到店里边来闹事儿了。这朱开山老江湖啊，好酒好菜供着，人家也没为难你，吃完喝完了嘴里还念叨又有酒了吗？又有菜，这个掌柜的真不赖，念叨点喜歌给你听。就说这在某个地方它是完全有可能结成这种帮派团伙的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出现呢一个地方的小规模的丐帮。这个丐帮是有什么特点？当地的官府啊对这些人很头疼。为啥呢？这帮人呢是社会治安的隐患，同时他不怕你把他抓进去，正好你抓进监牢里还吃公家饭了，我省着要了。所以后来有一些官府呢发现呢这些人可以利用，怎么呢？我让你组成帮派，我给你指定个盖头，就领头的官府来指定，有点事我告诉你地面别闹事啊，你把这给我管好了。当然这个盖头很有意思，有的时候你封谁为盖头很有讲究，这个人得有组织能力，而且一定得有一定的手段，还得有一定威望。有时候那盖头你想想乞丐领头的，他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他穿的破破烂烂，他不是像刚才我说那金老大日子过得相当好，然后真有些什么大事小情的官府不方便出面呢，让这些乞丐出面。还有些比较脏的活，你比方说这个死尸入殓呢，像这些事儿都由盖头领着要饭花子干这个。咱们看《水浒传》里边，潘金莲、西门庆、王婆合伙把武大郎给毒死了。那么武大郎这个尸体入殓谁干的呢？有个叫何九叔的，也是仵作，他来给这个入殓。这何九叔是干嘛的？盖头，就要饭花子领头的。所以像武大郎入殓，像这样的一些比较脏的事儿，大伙忌讳的事儿，由这个丐帮人去承担。所以武松回来先找何九叔，我哥哥怎么死的？所以这时候丐帮和官府之间它存在着一定的勾结。所以有时候官府对丐帮作为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像咱们看说洪七公萧峰领着那丐帮，有什么抗击军兵，又抗击辽兵的，有什么这个仗义的，这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。这个要饭这帮人已经到这程度了，生存是第一位的。这要饭的基础是哪类人呢？咱说老弱病残，是老无所养，幼无所依，病无所治，残无所为，是这一伙人。而且基本的状况呢，那得叫是家业失尽，亲友不认，安身无处，谋生乏术，就这样一帮人。而且过去呢，地方的政府呢，为了表达这种慈善愿望呢，经常的呢，修几个大的这个宅院房子，比方这房子有个10来间20来间，干嘛呢？就说真有的要饭的过不下去了，在这儿过一宿，你只是暂时住，你不能天天在这儿待着。那么时间长了，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盖头办公的地方。他甚至成立一个小衙门。这小衙门干嘛？丐帮有丐帮规矩啊，你要坏了规矩，你想欺师灭祖了什么强抢了之类的，那好，你弄了之后怎么罚你给你逐出丐帮了，因为你按你的规矩来嘛。所以这是丐帮的大致的生存形态，小规模，一般来说也就是几十个人，几百个人，再大规模的都不会超过1000人。所以说丐帮绝不可能像武侠小说那样呼啦啦那么多人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那么至于这个讨要方式，这就多种多样了，有文起武起，就文讨法武讨法。什么叫武讨法呢？来横的。当然来横的也不是说你不给我就打你，我就把你家点把火，那不至于那样。所谓横的呢，穷讨恶要，就是来点极端的手段。你比方说有一种要饭方式叫叫街勒砖。怎么叫叫街勒砖？在大街上跪着或者站着，胸脯这露着，拿个砖头，一看有钱人过来，啪啪砖头往胸口拍，一拍都有一个血印子，老爷太太涮块饭吧。这就是武要法。还有的你不给，再不给，啪
这砖砸脑袋上了，哗，血下来了，给不给吧？你就得给上。说这都真的吗？不是，把那猪尿泡里搁点猪血，藏头发里，啪一拍，猪血下来也这么要，就啥招都有。这五药法。还有一种药法，说文药法是啥呢？到你家念喜歌，打着板一间两千好买卖，那么也有买，那么也有卖，那么也有晃的和招牌，那么金招牌，那么银招牌，哩哩啦啦挂起来。那么这2年我没来，大掌柜你发了财。哎，文药法念喜歌。有的跟你说唱个小曲儿吧，敲小碗唱一个，手拿笛儿敲起来，高楼本是求人住。这都属于文药法。就文药法呢，相对的文明一些，武药法就稍微横一点，这是武药法、文药法。那么它这里分类分成好多种，就是有的呢是打板的，有的是唱有的是直接呀，这行话叫使哀怜口，过去叫穷家门哀怜口。哀怜口什么呢？就悲哀可怜。你看我可怜到这程，你还不给点吗？这咱们现代社会里也得说不少见，挺常见的。所以这它里头分多少种类，就是你干这干那干那，就要饭这一行里头都分成多少个门，而且药法呢各不相同。咱比较常见的像打板的，你过去往那一打着板，唱着数来宝向你要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有时候说相声在台上，说一看谁打板，过去要过饭。在过去这打板就是要饭用的，就说见过钱都是这样。就有你比方说你这艺人要登台，曲艺门里谁要登台，你得拜师傅，你不能是海清，不能没传授。那要饭的过去是不让登台的，所以有的过去拜了这个穷家门了，我学了点手艺，打板要饭了，你要想登台表演，这个得另拜师傅。有一位很有名的前辈，快板书名家王凤山先生。王凤山原来就是他有个老师叫小海子，小海子就是穷家门要饭的，打板要饭的。后来王凤山为了能登台演出，就另拜大面包朱国权为师。大面包朱国权也是侯宝林的师傅，所以王凤山跟侯宝林师兄弟，这么他才有这资格，庙会还有什么的场合能登台表演快板。所以这过去这门户分的是很严格的，就哪行人干什么事儿，这都有规矩的。你包括咱们说那个小说里的巫一派、净一派，那都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也有这说法。有些人呢加入到这丐帮里呢，人家有家有业，就是为了拜个门户有个势力。平常人不穿破烂衣。你看那个晚清时候就出现过这情况，这丐帮里头呢有这个黄杆子、蓝杆。黄杆子什么呢？破落的八旗子弟，说白了算皇族的，没吃没喝的。这成立丐帮黄杆子，人平常穿的干干净净的，反正你到哪儿你得我皇族，你得给2个。蓝杆子什么就是最普通的要饭的，所以这黄杆子、蓝杆子就是武侠小说里写那个净一派、巫一派。而且这个要饭的分成多少行呢？你像文要饭的，我打个板唱个曲儿念个喜歌或者给人装神弄鬼干点什么呀，像这都穿的干干净净的，这就属于净一派。你等那个声讨硬要的那武药法，还有使哀怜口的这些人，哎呦我可怜死了，这个属于这类的就算是巫一派了，穿的破破烂烂的。那么它根据呢源流不同呢，还分成多少门？过去丐帮有什么范家门了，什么索家门了，李家门了，武家门了，它怎么来的？你比方说这个范家门，就是哪行都有祖师爷，你叫360行无一行不成世界吗？这个说要饭这行祖师爷谁呢？范丹。这个范丹呢，他是东汉人，可是在传说当中呢，硬扯呢，把他跟春秋战国扯一块儿，跟孔夫子扯一块儿。说这个范丹老祖呢，当年呢，不孔夫子呢饿于陈蔡吗？到陈国、蔡国这儿周游去，没居住赏识的，都快饿死了。这范丹老祖呢，给他弄了粮食，给他弄了衣服，说孔夫子算没饿死。加上这些门徒，所以后来读书人呢，就等于欠要饭这行的。所以这个要饭的后来一到谁家贴春联，一看有文化、知识分子、读书人家庭，那你就得要。为啥？你们祖师爷欠我们祖师爷钱，我们现在要人情来了。你看快板里头有那么一段吗？叫这个叫掌柜你听端详，在东周列国就我们这一行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，请来了范丹老祖把粮帮，借了你们吃，借了你们穿，借了你们米筛和面筛，直到现在没还完。你看
他讲这段历史就是欠他的。其实呢，范丹呢，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，等于一个代言人。你看咱们这个说书的前面定场诗有那么一个嘛，叫时从夜梦坠马，醒来告与相邻，千阳台酒堆满门，与他压惊解闷。范丹已被犬咬，怨他不加小心，看起来敬富不敬贫，世态炎凉可恨。就说石从，咱知道过去大富豪，说晚上做梦啊，梦着从马上掉下来了，早上起来吓一身冷汗，跟香菱一说，香菱他有钱呢，都溜须他呀，千阳台酒来慰问他，堆满门。你等范丹呢，要饭花子穷啊，让狗给咬了，大伙儿都说你咋不加小心？你看这，你看最后结尾很有力，看起来敬富不敬贫，各位世态炎凉可恨。这范丹就是一个穷人代言人。说范家门呢，就特指这种穷困潦倒的，真是没着没落的人要饭，这范家门。武家门呢不一样，武家门其实啊，他得算艺人。这武家门祖师爷谁呢？伍子胥。咱们都知道伍子胥呢，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他爸爸和他哥哥。伍子胥呢，只身一个人跑出来。当时呢，过昭关一夜白了头，来到吴国，饿的都不行了。他是啥？他会乐器，吹这洞箫，在大市街市之上吹洞箫要饭。被公子光看着说，这个人骨骼清奇，不是凡人。所以伍子胥行乞的方式是通过乐器。这个怎么叫叫花子？叫花子，这个叫就指这个乐器，通过这个方式来行乞。其实是一个门户，叫武家门。还有李家门。李家门从哪儿来呢？就是咱们有朋友看过《狸猫换太子》，狸猫换太子说李太后被人陷害嘛，狸猫换了太子，流落到这个民间18年，后来在寒窑里住着呢。有要饭花子叫范中华，伺候他，拜他当干娘。二人转里头就有这段范中华别母嘛，唱的悲悲惨惨的，很多人听都掉眼泪。说这李太后在民间兴起，他就属于李家门的祖师爷。他有个特点呢，背这么个搭子，就是个兜子，这里装着3尺3寸3的皇上给的那个手帕，也就皇家龙帕，装着这么一个东西。说这个叫李太后奉旨行乞。还有索家门。索家门跟朱元璋有关，就是要饭花子供祖师爷，很多供朱元璋的。就朱元璋当年当过和尚又要过饭，所以后来成皇帝了，大伙供他。朱元璋那个时候呢，咱记着有个单口相声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说有个姓索的要饭花子，这朱元璋要饭的时候都累得饿得不行，都要死过去了。他把这什么烂菜帮馊豆腐白菜叶子锅巴弄到一块和吧，给他煮一碗汤，把他最后吃饱了。这算没饿死，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后来朱元璋呢找到姓索这乞丐，他当皇帝了，重赏他，这乞丐不干，说我要饭当3年，给皇帝我都不换，就这么的吧。说那我就给你件东西吧，给什么？一对牛胯骨。这个牛胯骨呢，这边拴7个铃呢，这边拴6个铃呢，什么意思？南7北613省，你随你便要，就皇上准许你到处要去。这对牛胯骨有个别称，还叫太平骨。后来人用这个打节奏要饭，也称叫牛骨鼠来宝。咱们看这个茶馆里头那大傻羊，这你问我为啥要了饭，那么这个不能把我怨，那么蒋介石打内战，这种方式打膝盖打肩膀，打出这响铃动静，这叫牛骨鼠来宝。这牛骨鼠来宝很有意思。所以这是索家门。这索家门其实呢，后来要饭呢，人都凭手艺。这东西你看新奇特，打出来节奏感呢，词儿什么的都好。包括后来曲艺界，你像相声祖师爷，严格说是跟要饭的有直接关系。咱们说相声祖师爷谁？有人说张三禄，八角鼓、吹打弹拉，这个说学逗唱。还有说相声祖师爷呢，叫穷不怕，这人叫朱绍文。这穷不怕其实就是索家门人，就要饭出身。他写了首很有名的诗，叫朝吃千家饭，夜宿古庙堂，不做你看很有骨气个艺人，他就是这个索家门出身。所以我刚才说这几个门是干嘛？就说要饭这行当，乞丐这行当。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时代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都不可能把要饭的都弄干净了。
咱们现在你看现代社会里头也存在这些，说白了有的手法很残忍，拐卖一些儿童，甚至把儿童都弄残废了，到那这个争取你同情心，要了钱，然后后边一些犯罪分子，这其实都是社会里边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种负面现象。你看那个我们看武状元苏乞儿里边有一段对话很深刻，你要不解散我怎么能安心？结果苏乞儿说了一番话，说皇帝，这个要饭的多与少不在我而在你，那么有哪个人愿意做乞丐，愿意要饭呢？我觉得这段话是所有影视作品里有关乞丐最为精彩的一段东西。前不久上海轨道交通警方在他的官方微博里发布了一个报告，就说从2008年到现在，他们这警方呢整治在上海轨道交通里边乞讨的乞丐的状况，而且他还给这些乞丐做了一个排行榜，这要饭都要出了排行榜了。咱们今天呢就给大伙专门讲讲乞丐这一行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个乞丐排行榜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把从2008年到现在，这个警方把一些这个流动乞讨的乞丐有多少次把他们弄到了救助站。你比方到了救助站给他们点吃喝的，他们说我不要饭了，我回去了。可是隔不久呢，你又能发现他，又得把他弄到救助站，有的给他买了票让他回去了，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。像这样的乞丐等于说屡教不改的，他们给做了个排行榜。这个排行榜排第一的呢是个姓何的小伙子，有点残疾，总共呢309次被请进了救助站，排行榜他排第一。排第二的呢进了救助站303次，是来自安徽的一个姓陈的老太太，今年都80多了。不少人都说这老太太其实不缺钱呢，她天天下午打麻将打麻将要赢了她就不出来要饭来了，她要输了就出来要点钱回去当赌资去接着玩。排第三的呢是来自甘肃的小两口，都是这个85后，87年89年生人。这小两口干嘛呢？弄了个音箱随身带着，还有小麦克，然后到地铁到公交车上唱歌乞讨。反正走你跟前扯脖就唱这个人就是娘，妈给点钱吧，就这个。你听他唱的说挺好听假唱录好了的，你看这里都有假唱。所以这是他公布这排行榜的前3名。那么他公布这个呢，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因为他这个排行榜等于是戳中了一直以来我们社会的一个痛处，以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一个困惑。你比方咱们观众朋友不少的说上街，你总在街上能看到乞丐，你看这乞丐可真有可怜的，有的一条腿，有的是身上都是病，还有的岁数特别大非常可怜，有的给你磕头，有的拽着你怎么着。你说这钱你给不给他？咱们有不少朋友心里都清楚这很可能是骗子，你说你不给他他怪可怜的，给了他你又上当了。这很多人都有这种纠结的心态。那么咱们今天首先得告诉大家，这乞丐里头呢有这么3类人。头一类是真可怜，没有劳动能力的，只能靠乞讨为生。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找不着工作的。第3类是也有劳动能力也能找着工作，不愿意干好吃懒做的。还有些地痞流氓骗子混到其中，你给他送过去，隔一阵他还来，你救得了急救不了他穷。他除了要饭这条道以外没别的可干的，你怎么办？而且现在上海轨道交通警方已经宣布这个事儿管太费劲。你比方说你把他弄到救助站了，给他吃给他喝，国家掏钱给他买车票让他回家，可回家他没啥干的，他有的接着穷他只能回来，或者人家给我一亩地种我也不干，我嫌累，我这回来要钱多轻松要饭当3年给个皇帝都不换，一天不用去干活去，我直接要了钱我消费。有不少要饭的，你别以为他要饭的一天收入真高，就是好做要饭他收入非常高。有那么句话吗？这城里磕头回家盖楼。有些农村的人来了就到城里磕头要钱，要完了要1年2年回去家里3层小楼起来。所以就是现在你不要小瞧这些要饭的，他们日子有的过得非常好。所以现在这个乞丐呢
呈现了高度职业化的状态。你比方说有的农村，农忙的时候在家种地，农闲的时候集体出来要钱来，就赶到冬天都出来。上学的时候，这些孩子在老家上学，放寒暑假的时候出来跟家长到大城市要钱来，有不少这样的现象。你比方说这有个瞎子拿个碗向你要钱，哎呀，帮帮吧，帮帮吧，小竹棍往前打着，把钱要差不多了，你要跟着他到哪胡同去，这瞎子把棍往那一放，把眼镜往上一推，1、5、10、15、20查钱的，比你眼睛都好使。有的在公交车上要钱，这残疾人拄着拐，帮帮啊，把钱给他了。这时候呢，眼看地铁的车门要关上，滋溜他就跳下去了，那比有腿那人还好使。残疾人、小孩这都成宝贝了，就只要有这个人加入队伍，马上被及时吸收过来，看着可怜，能多要钱呢，要完钱到晚上再给接回去，有个地方住，管他们吃，反正你一天要了钱你得给人家，往上交份子。专门有人组织这些要饭，你还有的你这车等红灯呢，来几个要饭在这敲车窗，开开吧，帮帮，哎，这都是有组织的。你要一个生人到这地方来要，你别想，早给你撵跑了。那么咱们今天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把这些人都撵走那不行，你根本根治不了这个事儿。如果管这个事儿呢，你得从根上琢磨。乞丐是什么？乞丐是一门职业，360行里是有乞丐这一行。等我说到这儿，有的观众朋友觉得新鲜，哎，老梁你真能瞎扯，这乞丐还是行当，还有干这是职业吗？大家注意，它一开始产生，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那么说怎么判断它是360行之一呢？凡是作为一个行业的一个职业，你记住，必有它行业规矩、职业技巧以及这个行的传承。说白了，你说是哪一行，你得有祖师爷。说要饭祖师爷是谁呢？要饭祖师爷2个，上供范丹老祖，下供伍子胥。说怎么回事？范丹是谁呢？说这个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呢？有。当初孔夫子啊，不是带着徒弟周游列国吗？叫孔夫子恶于陈蔡之间，在陈国和蔡国这儿完了，没吃没喝活不下去了。这范丹老祖的接济他们粮食，可说好了，说借你们的你得还。所以后来要饭的到圣人门前，到读书人家要，你得给钱，给粮食。这快板书里有吗？说你来要饭来了，你说你凭什么上我们这儿要啊？哎，他说了，叫掌柜你听端详，打东周列国就有我们这一行。孔夫子无时困陈蔡，请来了范丹老祖把粮帮，借了你们吃，借了你们穿，借了你们米山和面山，直到现在没还完。天主堂、耶稣教、圣人门前许我们要。你看他老祖宗范丹，范丹呢也是历史相传最穷的，所以这个一供范丹，二供伍子胥呢。伍子胥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楚国把他一家都给杀了，伍子胥跑出来了，结果过昭关急的一夜白了头，来到这个当时吴国都城，就现在苏州，在大街上没吃没喝了，要了饭了，随身呢带着一把箫，哎，就吹着乐器要饭，结果呢被这个公子光发现了，一看这个人相貌不俗，把他揽到门下。后来这公子光就是吴王阖闾，当时伍子胥出主意嘛，用专诸刺杀王僚，才有吴王阖闾当政，所以下供伍子胥，这行俩祖师爷。而伍子胥呢，也把要饭这行的一些基本行规给定了，就是你呀总得带点响器。什么叫响器呢？竹板啊，乐器啊。所以不少要饭的后来打竹板，你看咱们看不少的有的文学作品里打竹板要饭的，哎，拿着牛骨数来宝。啥牛骨数来宝？牛的2个大肩胛骨拿过来，这边拴7个铃铛，这边拴6个铃铛，这叫南七北六13省，我们都能要。咱们看茶馆里头那大赏羊，他原先拿的就是牛骨数来宝，后来这演员不会这了，改成7块板了。所以你唱快板书，你不要以为这个要饭的没有技术含量，你过去要饭的，你得会念喜歌，得会说好听的，得能使挨领口，而且你到哪店铺门口要饭，人这个店铺怎么来的，
你得给人说出1、2、3来。你比方一进来见着掌柜的了，他得先说几句好听的，打竹板进街来，一街2巷好买卖，那么也有买了个也有卖，也有晃的和招牌，那么金招牌，那么银招牌，哩哩啦啦挂起来的。这2年我没来，大掌柜你发了财，你得说好听的。掌柜的要撵你呢，不给你钱呢，你也得有说的。掌柜说去，叫我去我不能去，等到天黑我吃谁去？走，叫我走我不能走，这个唠到来年9月9，你都得有话。而且你得唱出来，人家这买卖怎么回事，人家一听你懂行，了解我们，愿意多给你俩钱。所以这个他不是一点技术含量没有。另外一个，他这个要饭的说这话张口就来，你得能编词儿。而且你看拿着竹板的，有人说伍子胥吹着箫拿竹板，说现在我在这个哪个地铁口啊地道下面能看着啊。这以前你像这个说西单女孩在那弹，那算不算？那不算。艺人呢，我这就摆个盆在那儿，我这儿弹着吉他，这儿有音箱，我唱歌，这不能算要饭。你大家注意，要饭和卖艺的有区别。说要饭的打竹板不也算卖艺？不是，他打完板伸手向底，手往外伸，这叫要饭。艺人呢，手不往外伸。艺人这有一个要钱的谱子或者盆，人家拿起来你给钱，就手是往里扣，拿着盆的边儿。哎，各位。我手心往里扣，我非往外是要饭，往里我这是卖艺的，所以这2个根本不是一回事。这行里要饭还有多种多样的职业技巧，有硬要的，有远要的。你比方有的要饭的，他腿因为围裙，他装瘸，哎，明明这不是残疾，他装残疾，哎，他为了吸引你同情，让你给。有的跑到垃圾箱里头翻吃的，你挺同情他吧？你买个盒饭搁着。他看看你，等你走了，拿起这盒饭，他扔垃圾箱里。我要的不是饭，俺要的是钱。你看，这都是软着要。有一种方法叫使爱两口，经常跪到那儿，各位叔叔大爷帮帮吧，我家里头遭灾了，我爹呀，这个快死了，我娘瘫痪了。反正这撒些谎就吸引你同情，这叫使爱两口，这叫软着要。他也有硬着要的，硬着要怎么叫？你比方小孩好这个。抱你大腿，你不给他不走。还有的呢，在你面前唱歌，反正你不给我就一直唱，就像在车边来回晃的，不停拍车窗户，反正你不给我就总拍。还有的在地铁里呢，他把自己弄得一身都是味儿，反正你不给我就站你旁边不走，我就熏你闻你。哎，所以说这属于硬要。硬要过去还有一种叫叫街勒砖，身上绑块砖，在大街上看哪个有钱的。然后拿起砖头来，对面人吓一跳，你要干嘛呀？他打自个儿，往自个儿胸口拍，老爷太太刷口饭吃吧，叫街勒砖。还有更狠的，你不给，拿砖头叭往脑袋上拍，下来血了，你给不给？让你既害怕又觉得脏气，给你俩钱，你赶紧走吧。其实那是真的吗？不是，他头发里头啊藏一个尿泡。这里边搁上些猪血，一打哗血下来了，那是猪的血，不是他的血。所以过去这要饭文要武要软要硬要，但是这行呢有严格的规矩，有管理者。一说管理者，有的朋友说知道，金庸小说里写了丐帮帮主洪七公，后来不黄蓉又传给卢有角什么的，哎，那是胡说八道。在过去不可能形成全国系统的丐帮。你别说全国系统，这个县和那个县你都走动不了，因为封建王朝的时候，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严格的户籍管理规定，离乡10里地都得有路条，所以不可能出现全国系统说天底下要饭的都说洪七公当帮主，哪有那事儿？没有。但是一个地方这个乞丐可有组织，他会有个盖头。他为什么要选盖头呢？这个地方长官呢，因为你要饭的遍地都是，也是治安隐患，希望你把它组织起来。这盖头呢有个好处，你比方说大伙要饭，要上来假如说10份，这盖头拿2份，剩下那些乞丐共同分了6份，说还有2份干嘛呢？孝敬官府，孝敬衙门，他准许你在这块要饭。然后这样呢，你把这些乞丐组织起来呢，好，真有点什么事呢，小偷小摸的什么的，政府找你打听也方便。
你们都成包打听了。过去要饭可是这行有规矩，干干净净的。要饭是要饭，我就凭乞讨为生，我一不偷鸡，二不摸狗，三不抢劫，这些事儿不能干。所以地面上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们还知道，能给官府提供信息，官府希望他们组织起来，然后扶持一个盖头进行管理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个盖头，下一个地方有个盖头，乞丐得领头的。据说过去封这盖头还有规矩，朱元璋打天下呢，底层士兵有的就犯了错了，你说杀他吧，还过去立过功，不收拾他也不行，那行吧，把你呀削职，什么职务都没了，你呢到哪个地方去当乞丐头子，管这个，有你吃有你喝就完了。据说大明嘉靖年间有一个丞相叫严嵩，咱们都知道有名的奸相。嘉靖皇帝呢清了御史告他状，说这严嵩大奸相，把他罢职了，把他儿子也杀了，家产也抄了。但是念在严嵩执掌朝政20年，没功劳有苦劳，没苦劳有疲劳，这么的，你呀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让你要饭去。皇上呢给你个银碗，一副金筷子，你拿着要饭去，然后封你为天下总盖头。说白了，这可真是丐帮帮主，就历史上唯一一个天下丐帮总帮主，就是大奸相严嵩。可光封这没用啊，严嵩那时候臭大街了，老百姓恨他，走哪儿要饭都没人给，最后把严嵩活活饿死在大街上。自己地界上要饭都有规矩，你比方你这家新开个饭店，我来了，你不给我钱，那要饭的有的是办法闹你。怎么闹呢？过去管这行叫混混，就是你这饭店今儿开业了吧，宾客盈门呐，大喜大利啊，来了，俩要饭在你门口打架，一人从厕所里弄一点粪过来，打架说噼里啪啦，这全是这味儿，你还开不开了？所以你惹不起。有的这饭馆呢就得给要饭俩钱儿，就跟收保护费似的，给了之后呢，要饭呢给你个葫芦形纸，往墙上一贴，好嘞，别的要饭来一看，哟，这地方咱哥们来过了，不叨扰他了。所以不能动用暴力，但是可以使这种软招子。我们说既然叫这一行，它是一种职业，是人谋生的一种方式，这是一种现实的存在。那么这种现象你怎么去治理它呢？我觉得咱们得实事求是的把它当做一种职业。现在就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必须得管呢？就是乞丐这行除了欺骗以外还有残害。咱们可能看过那个丹博伊尔那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，那里边不就是有吗？挑孩子里边歌唱的好的印度小孩，说孩子歌唱的好，要饭容易，再把这孩子眼睛弄瞎了，大伙一可怜他就给他钱了。像这种残害儿童来要饭的方式，这要坚决取缔。就我们现在治理主要应该治理这个。那你等那些呢，有的真没有生活能力的，没有工作能力的，有的就是游手好闲的，你这些你想根治很难，你把他送回去他再来，送回去他再来。我倒建议像这些人，他已经把乞讨当做一种职业了，那好，那么我们不妨呢向社会广泛宣传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，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拿乞丐当做真正的可怜人，他就是一门职业，他通过这方式挣你钱呢，那么可能我们对乞丐的心态就不会如此纠结了，我们才能根据他职业的规律入手，把这个职业里头的东西呢，比方说真可怜的人让他们得到帮助理顺了，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呢给他摘出来，才能真正达到长治久安的治理效果。